大家好，我是庆豪老师。这一课我们来讲一下头骨的造型。人类的头骨呢由23个骨块构成，图中就是用了不同的颜色对骨块进行了标注。但是这个稍作了解即可，对我们应用，对我们画画来讲，认识头骨的整体造型和关键性的骨点比较重要。然后我们看到这张图，在图中用不同的颜色对于骨点进行了标注。然后我们在画面的空白处画一个头骨，一边来画一边来认识这些骨点。首先呢，我们要概括一个头骨的基本形状，画一个3/4角度，然后来分一下它的侧面和正面，再来交代一下顶面，然后在侧面中间的这个位置画下它下颌骨后边的这个边，然后在前面我找一个中线，这样整个头骨大致的这个体块结构我们就概括一下。大概在整个头骨中间的这个位置呢，我们找一下眼眶这个部分，把它连起来，画一个凹进去的面，然后在中线两侧靠近中线的地方画一个倒梯形的面，这里呢就进入到我们的这个骨点了。这里有一个 V 字形的隆起，这个呢就是眉弓，然后眉弓的中间和外侧有一个穿插，然后在眉弓往侧面转的地方有一个转角，我们把这里呢作为眉弓转角。目前我们画出来了眼眶的上边缘和外侧边缘，然后我们再从眉弓往上面画两条线，然后画两个凸出来的骨点。这一块呢，这个比较大，这里是额结节，也叫额丘，两个额丘之间就是额头的正面，同时呢，它也是头的顶面和前面的分界。然后在这里有一条边，这一块呢是颞线，在图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部分，顺着颞线往后走，这个就是头顶面和侧面的分界。然后继续，我们再回到眉弓这个位置，斜朝前伸出来一块，这一块呢作为鼻骨，大概到这个眼眶中间偏下一点点的这个位置结束。鼻骨呢其实是两块，这两块挨在一起比较小，构成了鼻子这个前表面。然后从鼻骨前面往里收一个面，这里呢是梨状孔，这个孔呢略圆些，我们把这个弧线改的稍微带点弧度，这个面是斜朝里的。然后在前面这里伸出来一个小的骨点，这个呢就是鼻前脊，在旁边的图片中我们也看得到，这里就是鼻前脊。这个呢可以用于定位鼻子的长度，就是我们画一个鼻子的时候，这里是鼻骨，这里是鼻腔，这里就是鼻前脊。鼻前脊呢和鼻底在一个水平位。继续把眼眶完善一下，眼眶呢它是一个内高外低，呈这种倾斜式的造型。然后来画一下它的颧骨，它的颧骨前面的这个面也是向内倾斜的，比较靠近体表的地方呢就是这里，颧骨的这个位置。然后从鼻前脊往前弧起来一条线，再收进去。我们把嘴骨这个位置的形状给它画一下。这里呢虽然叫嘴骨，就是上颌骨和下颌骨还有牙齿共同构成的一个造型，但它不是一块骨头，它更像是一个骨，一个骨的形状。然后再往下是颌部，然后前面这里有两个骨点，这块呢分别是下颌结节。在有的人离得比较远，这个下巴就比较宽。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颧骨，从颧骨底往侧面转，它还有一个面，再继续往后转，转到了侧面这几个面。然后后面这根棍儿状结构，这个是颧弓，然后在后边的这里呢是耳孔，耳孔再往后
这个凸出来的锥状造型是乳突。然后顺着这个趋势，我们找一下下颌骨的造型。下颌骨后面这个边呢，它不是直的啊，没有这么直，没有这么平，它往里收，往里凹一点。然后下颌转角这个位置，它是一个块状。注意这里呢，不能画得太尖。后面这里呢是一个关节，这里是一个颌突。然后在颌突的前面有一个角状的结构，这一块呢是冠突，在这个角度里面它是被颧骨遮住的。然后我们来画一下牙齿，这个呢作为下排牙，这个作为上排牙。上排牙前面比下边要宽一点，然后呢上排牙包裹住下排牙前面这里啊，上排牙略微的遮盖住一点下排牙，然后也比下排牙更大一些，这是它牙齿的特征。前面有4颗门牙，然后这里有一颗犬齿，犬齿两侧的犬齿就是这个部分的正面，这里就是它的正面。这个犬齿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骨点。然后我们再说到下颌这个位置，刚才我们说了2个骨点叫下颌结节，在2个下颌结节之间上面一点的这个位置有一个隆起，这一块就是颌隆突，我们在旁边的图片中也看得到。眼眶呢是伸进去的，是装眼球的地方。那么大概其我们就画好了一个头骨的造型。那么在头骨中，我们只要掌握了这些关键性的骨点，我们对头骨造型的认识就足够了。然后看一下底视图，从下面看，下颌骨呢，它是一个倒 V 字形，前面窄后面宽这样的一个形状。两侧的颧弓微微的向外隆起，这个也是在体表非常重要的一个骨骼标记。颧弓从体表内是非常清楚的，能够看到的一个骨骼标记。那么颧弓前面是颧骨，然后后边结束的这个位置一般呢是耳屏，对着的是耳屏。然后整个颧弓上面的这条边呢是比较平的，下面的这条边呢是倾斜的。然后从顶视图来看，整个头骨呢是后面宽，前面窄，然后在后边两侧这个地方有2个骨点，这块呢是顶结节。顶结节呢比较鼓，比较大，它不是一个特别突出的点，它更像是一个鼓出来的一个包。这个就是头骨的顶结节。然后在头顶最高的地方啊，这里我们把这里呢称作头骨的顶点，就是整个头骨最高的地方。对于掌握头骨的这些骨点和造型特征，就是把这个多画几遍，画的时候去记忆它每一个地方的骨点，它的形状特征以及它的名称，多画几遍就能对这个头骨有个更深入的掌握。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头骨的比例，分别从它的侧面和它的正面去分析它这个比例。从侧面看呢，头骨可以放在一个正方形里面，放在正方形里面之后呢，它的前后的这个厚度要比长方形的边稍微的短一点点，这个就是头骨的厚度和高度的比例，也就是说头骨的整体的高度要比厚度稍长一点点。然后在整个头骨厚度的中间，也就是这条线，是头骨最高的地方。然后在这个侧面的比例中呢，我们记住几个特点，这里是颅骨底，这里是颧骨底，这里呢是鼻前棘。颅骨底、颧骨底和鼻前棘这几个点大概在同一个水平位上。然后在整个头骨中间偏后一点的位置是耳孔。一般我们画头部的时候去找它的耳朵，就是先去确定它整个头的侧面，
然后在侧面的中间去确定为耳屏，也就是耳朵前面的边界，然后再往后边去画它耳朵的造型。这个位置大概就是耳孔的位置，这个就是耳朵的位置。然后还有一个眼眶上边缘和下边缘，它们是倾斜的。眼眶上面的边缘呢要更加靠前一些，然后颧骨前面的面，刚才我们画这个的时候也说到了，这个也是倾斜的。还有鼻骨前面的这个面，这个梨状孔也是朝后倾斜的。要记住这几个位置的空间关系。画眼睛的时候比较容易出现的错误就是把上眼皮和下眼皮画的一样突出看起来非常的不协调，感觉根本就不像一个正常人的眼睛。那么我们知道眼眶呢是这个倾斜的，下面的眼眶更靠里边一些，然后上眼皮这个是眼球，这个是下眼皮下眼皮包裹着眼球的话，下眼皮也更靠里一些，这个才是眼睛正常的一个形状特征。然后呢就是下颌骨这个趋势和这个趋势，下颌骨的这两个边呢夹角大概在100到130之间，太大和太小呢都不正常。这个角度如果太大的话呢，人没有这么长的这个如果长成这样的话呢，这个牙齿就对不上了。如果太小的话，就快成直角了，那么这个形状看起来也是极度不舒服的，不像是一个正常人的。一个舒适的比例，我们不用去量这个角度，就能够感觉到它舒不舒适。然后还有就是下颌转角不要画成一个角，它是一个块儿。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正面的，正面的呢是上宽下窄的一个造型。它最基本的几何形呢，可以用两个圆儿来画。这两个圆儿分别有什么特征呢？我们看到这个正方形上1/3，也就是这条蓝色的线。然后这个呢是中线，这两条线的交点，也就是这里，以这个为圆心，以这个高度的1/3为半径，画一个圆，就得到了这个大圆。然后我们再看1/2，也就是现在画这条线，这条线呢是1/2，下面的这个高度是整个高度的一半，以这个1/2的高度为直径，再画一个小圆，然后把这两个圆做相切的线连起来，得到的这个形状就最接近于头骨的基本形。以上呢就是头骨的基本造型和头骨的比例。掌握头骨要反复的去画，去记忆它这些骨点，以及它这些特征，以及这些骨点之间相对的位置关系。这节课先到这里，我们下节课再见。